人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情感。95年之后出生的人，他其实都属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巨大变革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和父母那辈人，就是我们的观念差距会非常非常非常巨大。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接触的东西和父母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会和父母发生很激烈的观念上面的一些冲突，所以引发一些心理或者是精神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哈，叫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看见即疗愈。那就是很多时候你的情绪其实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比如说你生气，可能是因为你的需求没有得到尊重或者没有得到重视，你觉得很沮丧，可能是因为你的自尊心可能又受挫。就是很多时候你要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我产生这些原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会就是我产生情绪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那通常聊到这些话题的话，我们都会追溯到原生家庭。很多人格比如说自恋型人格、边缘型人格，它的成因都是我不说100%的成因哈，就是大部分的原因可能都是由于在你的人格尚未健全的时候，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伤害，那么你需要回到过去，回到你受创伤的那个时间点，你要找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当时经历什么，我有这样就是我产生这种情绪的时候，我是被拉回了哪个时间点。你可能是需要去看见自己的创伤在哪里，然后并且用另外的就是用另外的一些观念呀，或者说是一些看法，就是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过去，审视一次，然后再回到现在去对就是当下的问题去进行思考。因为我的来访者很多都是因为情感问题嘛，就是亲密关系。我和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要来求助。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伴侣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的观点就是宁缺毋滥，就是因为人生里80%的时间嘛，可能那个就业余时间都是跟伴侣在一起的。我打断你一下哈，不是健康的伴侣很重要，是了解自己很重要。对，说错了，对，就了解自己，包括那个老子和庄子里面都说了嘛，说了解别人很牛，了解自己超级牛，战胜别人牛，战胜自己超级牛。对，就是首先了解审视自己。如果是说遇到焦虑到底是就是去深度的去思考是因为什么具体的浅层的底层的原因。对，好，然后再去回溯童年。那我也想，我之前听过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花一生治愈童年，有的人他的童年治愈了他的一生。对，所以那如果是说童年有一定的创伤的话，那长大之后怎么样来弥补呢？这个话题就是很深入，你要看你当时就是为什么，就是每个人的创伤点不一样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就是得对症下药。就包括心理学上有很多就是疗法，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我一下想不起来哈，就是其他的一些疗法，就是你得对症去下药，每个人的症结点不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人就是所以我们下一期再做视频，有机会再去聊这个话题。所以我就觉得你很优秀啊，就是这么年轻，然后有那么好的社会阅历、工作经历，而且还有那么丰富的这些就是对社会的这种洞察力、洞见，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并没有，因为其实这是对。就是大环境导致的一些问题，就是和我一样的00后，他们可能也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上一代人可能他们会为温饱而发愁，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温饱的富足，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精神上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追求或者是一些见解。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他其实是注重心理和精神就是两方面发展的一代人。对，我也观察到了，你看像其实老一辈的人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那种心理问题，但是因为他们80%的那种精力都是在生计上了，所以别人说你就没有时间去管那些事情了，你别在那里就是那个内耗啊、焦虑啊，没有用，对，还不如多赚点钱，对，赶紧赚钱，没有时间想那些事儿，对，所以这也是我问的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同学，对吧？我说，哎，你乌克兰人有那个情绪问题吗？看心理医生吗？他说只有发达国家的人。就是吃饱了撑着了，闲着没事。是，开个玩笑，对，而且就是对，然后再就是我观察到，就是像国内50、60、70后，他们这一辈都是非常的爱国，他到现在都相信中国在大国学习，在走上坡路，有任何问题那是美国卡稳脖子，对，然后也相信中国是越发展的越来越好。不过呢，我想了解你们，就是你们是怎么看的？00后是就对中国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国运啊，对你像我小的时候啊，我当时一提到美国那如果是说能够去美国，别说读名校，能够去读一所美国大学，能够出国，都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而且一直到疫情之前，那个时候说，如果是能够去美国的，都是那种就是海外的美籍华人哈，那欧美的华人都是高净值的、高素质的那种精英人士。好，但是现在00后的话，就对中国有什么看法？对外国又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哈，我得分2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部分是，首先爱国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不能代表所有00后嘛，但是我本人我是很爱国的，而且我是非常有文化自信的。我会觉得我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富强、非常美丽，并且它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就是乃至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灿烂和辉煌的。然后包括我对于像我们的几段历史，比如说抗日战争啊，或者说八国联军侵华呀这种，就是近代的一些耻辱史，我是觉得当代就是当时的先烈们是真的是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当代的和平，所以我是对中国，其实我是真的非常爱的，就是我是非常非常爱国的人。我觉得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辉煌灿烂的那些历史，都应该为自己的那个母国感到骄傲，感到对。不管是说就是在国外是到什么样的地位，拿了国家国籍，就是毕竟自己长的这个中国的面孔嘛，对吧？老外都会认为我们中国人，对吧？包括华裔那个单词 Chinese 也是 Chinese， 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对。所以，然后那你对于就是你觉得中国现在未来它怎么样？大的环境怎么样改善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那改得更好吗？其实我觉得按照我觉得，如果说我是一个，哎呀，我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确实也没有就是到那个层次嘛。就是我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说以一个国家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上帝视角去宏观调控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无非是和国外的一些外交问题和我们的一些内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消费潜能，它其实是急速下滑的，然后包括说生育问题、婚姻问题，包括就是说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归根结底，它其实还是人口问题，可能就是以我的观点来看，它就是生产力有点过剩，劳动力它其实有点过剩。那现在的一个经济价值观，它其实就是，什么是稀少的，然后它什么就是昂贵的，就是物以稀为贵嘛。但是现在因为劳动力越来越多，所以说你又没办法去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可以出台一些保护我们劳动者的一些法律政策，因为现在的一个社会现状是非常畸形的，就是外面的人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公司里面的人天天加班当牛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就是它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企业太贪了，所以我们就是有个笑话哈，就是国外是资本主义，国内底层是奴隶社会。对，奴隶社会。像那个民主的话，那你看，同样刚果金也是民主国家嘛，印度也是民主国家嘛，对吧？对吧？我与其是在那种民主国家，我还不如我在卡塔尔做王子呢，对吧？在卡塔尔那个所谓的封建独裁国家做王子，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你这个大的这个环境，它是那个国家强盛，
国家强盛，然后老百姓作为一个个体的话，他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应该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适应的那个游戏规则，然后去玩我们适应的那个游戏。对，是的。但是现在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人他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就是包括说个人的认知问题、家庭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的一些现状，他可能没有给予一些底层的人一些更多选择的空间。那么现在就是自己稍微像，我算是有一点点闯进的那种，我算是很反叛的那种，对，我也很反叛，对吧？但是我可能会跳脱出这个框架，想为自己谋一个更好，或者说是更健康的一个未来。我会觉得可能现在让我再去上班，我觉得我是在透支我的健康，所以我不太想回到那种环境中。对，所以我就想到了，你说那个就是什么环境呢？如果他童年很好，他真的是可以用童年治疗他一生。比如说我就想到了有一个人，我的叔叔，就我老爸的堂弟，他就是拆迁嘛，赔了5套房，不是赔了3套房，然后呢又有100万的现金，然后他又没有就没有子女，没有房贷，然后老人都很健全，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呢就是看看电视，刷刷抖音，然后他闲得无聊的话就出去上班，他上班是相当于度假，对吧？而且更佩服更牛的一点的话，我老爸天天说，哎呀，你要找一个婆娘啊，你赶紧找老婆呀。然后他说是，然后回去接着刷抖音，接着看电视。太羡慕了，就是太羡慕了，真的无辈楷模啊。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说实话是不需要那么的那个像牛马一样在那里努力的去干活，为老板挣钱，对吧？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要说我们这个房子呀，把它卖了之后，只要是说不拿去创业炒股，对吧？不拿去投资，这真的是够花一辈子的。但是之所以要那去做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但我自己感觉是就是同龄人吧，就是他都那么干，不那么干的话，可能有一种焦虑。对，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人他其实还是从众的生物，他是社会性生物，就是我会跟着这个时代的大潮流，就是紧跟时代潮流走，会有一种安全感。因为其实处处都是别人踩过的坑，然后处处都是别人给你留下的路。但其实真正让你自己要去走一条新的路的话，相信很多人心里是犯怵的。至少在没有走通之前，不清楚这条路能不能走成功之前，人是犯怵的。但其实就是看你敢不敢走了。对，肯定是敢不敢，所以说就是，如果是说我们这个信息量够大的话，这个我这样想，强者制定游戏规则。我虽然不是强者，我没有那个能力制定游戏规则，但是我可以去选择一个适合我优势的那么一个游戏去玩它。去玩它。就举个例子吧，当时那个就是如果是回到乾隆年间那个时候。很多人他希望去考科举啊，包括我们湖北这边是想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唯有读书高。那是为什么？因为它产业很少嘛，你普通人要么是在土里面刨食，或者是说考上科举去做官。但实际上呢，你看大清的时候，大清朝的时候，他可能就是100个官里面，可能就是有90%的都不是通过科举。比如八旗的话，他到了年龄可以直接给他分官，对，然后再就是那个，如果你父亲当时是5品还是3品吧以上的，就相当于是那个部级或者厅级以上，那他就可以就相当于你可以直接当科长，直接当科长。好，然后如果是说就是父亲是那种军功立了军功，甚至说为国捐躯的，那也可以直接补一个武将的一个武官然后再就是有钱人的话，他可以买。大部分人是捐纳，前面那个是叫恩印，这个是叫捐纳，只有是说那最后的就相当于一个大的蛋糕嘛，大部分都给他分了，最后那10%、20%是穷人他靠科举考上去的，对而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画了一个饼，就跟一个乌龟，你坐乌龟上的前面掉一块肉，你让你们所有人都去跑。李世民他当时都说了，说科举就是看着那些每次考试考完了之后2000个岗位吧。可能就是有2个人考上了，1个人考上了，然后另外1000多人走了之后，就准备第2年再接着去考。就想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给你们一个相当于人的精力是很旺盛的嘛，不干活，给你们一个活去干，你就不要想着谋朝篡位来造我的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我有点忘词，所以这一段我会掐掉。就是所以就是我了解了这个之后嘛，我如果是说我穿越回200年前，回到了当时乾隆年间，我不会选择去考科举，而是我直接去广州13行和英国人做生意。
对，要是拿不到官府的那个执照的话，那我就直接下南洋了，我就下南洋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有更不一样的那种命运，对，更不一样，而不是说都随着他那个主流的那个去发展。我当时就是看到我们的那个族谱嘛，族谱上头就是写着那个就是我们北宋的一个南宋的一个老祖宗他是某某年进士，然后最后是封了男爵。我就觉得可能中国这么历朝历代的很多人呢，他就是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获得那几个字，某某年进士出身。但是呢，你一个人考上进士，后面可能有10万人，有10万人是那种落榜的，就是名落孙山落地的。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其实也有不一样的生活。对，我以前其实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是后来发现，就是鲁迅说24是非。无非是20帝王之家谱，也记得都是那些皇族的事情。老百姓的话，那清朝、明朝老百姓都是韭菜。对，我这个我不敢说。我知道，我当时问我那个土耳其的同学，我说你们之前奥斯曼帝国很强大呀？他说那是奥斯曼皇族强大，我们这些人都是韭菜。然后他说他们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经常仇杀吗？我说那难道苏丹不管吗？你们皇帝不管吗？他说苏丹只管怎么收税，怎么收税，别人的话他不管。对，所以就是我了解了这个之后。就是我会考虑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是的，就是其实这个为什么就是古代的那些人他这么就是想要去遵从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安排，或者说是就像你说的，就是给你个称谓，你不要来就是谋朝篡位这种事情。对，而且就是其实也就是一个信息壁垒和认知壁垒的事情。就是如果说你带着一个现代人的思想，你无论穿越到哪个朝代，其实你都能发大财，因为当时的思想。其实就是非常禁锢人的。对，当时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其他的家，它其实根本就是要维护你的一些封建王朝的一些统治。它是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对社会这个金字塔结构的稳定。对，所谓的社会的稳定，它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就是这个王朝的它的一个统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扯的。但是我觉得最扯的一个事情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其他国家的人他其实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但是其实中国人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敢于跳出来去说这一点。那你是怎么样意识到这一点的？因为现在人的思想观念都开始觉醒了。我是说的古代的人他们因为有认知和信息壁垒。对，所以包括我又忘了，就是刚刚总是想到那个就是你看在那个，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古代历史嘛，如果是说从那个用人才选拔来说那3000年的话，其实我会总结很怪。就是夏商周的时期的话，都是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世袭制，就是你就是叫你爸是伯爵，然后你就是男爵，有封地，好，然后贵族世袭，然后世袭的话，一开始的话他们很强嘛，然后过了几代之后，他虽然血统很高贵，但是能力就很不突出，就会很弱嘛。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然后就是皇帝任命，但是皇帝的话，你一个小国的话都知道该怎么任命，大国的话就不会任命了。所以到了汉代的话呢，就开始举孝廉，就是让各地的县官呀、然后州长啊，然后来推荐一些那些就是道德比较有的，就是比较他孝敬父母，那肯定是对国家好嘛。好，然后举孝廉之后呢，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我觉得这个有点，你可以继续说，但这个可能是我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对，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对，但是你让我说，因为这灵感来了。好。然后你举着的话，那最后他们都推荐自己儿子，所以后来就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复别居，就跟他老爹都分家了那种。好，然后后来，所以后来慢慢的到了魏晋时期，到唐朝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那些高官都被几个世家大族给垄断了。所以他们当时9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然后那些大的家族、大的贵族，他就跟皇权形成了威胁嘛。所以后来到了隋朝、唐朝的时候，他想跟那些就是皇权想跟贵族做斗争的话，他就要给底层人一个上升的通道，就你不管那个血统怎么样，你都得考，你都得从下往上考。所以后来所以就形成了科举制嘛。科举制至少
再怎么样，它给底层人一个向上的通道然后就持续了2000多年。可是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西方有了工业革命嘛，有了工业革命，然后他们学那个原子电子，我们还在学孔子孟子，对吧？最后就落后，所以现在就又重文轻理，然后基本上那些有一些官员的话提拔也是理工科出身嘛，像那个像温家宝水利，温家宝、李鹏、胡锦涛都是水利电力出来的，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就像你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应该是把握住自己的那个命门，然后对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来发展。对，我应该是其实我应该让你做多说的，然后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你记忆力真的太好了，而且你的表达能力也太好了，真的。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我想起来了，就是其实上课的时候都是历史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啊，就是都讲过，但是我很快就忘了，我听了我就忘了。但是你是可以把它就是深入理解，然后并且2次加工表达出来的，我觉得你这个能力非常厉害。可能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搭档来跟我配合。对，所以我们将来可能是越来越好的。